又是飞电6E，又是赤兔9U，就没人聊聊飞电6C 吗？那么我就一条视频跟你聊明白，以及都在问的9U 和6C 怎么选。同时呢，赤兔9 Pro 咱也聊一下。我觉得这一代飞电 Challenger 定位更清晰，就是竞速和灵活。对比上一代飞电5C，我觉得有几个重要变化。第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碳板，6C 变成了 T700的分指碳板，我觉得这么做特别好啊。分指形态至少有2个好处，第一个就是前掌刚性不会那么强，它现在等于是后掌滚前掌蹬的一个逻辑，那我说的更灵活。然后第二个就是其实分指就是说外侧管你的落地加横滚，内侧管吃住劲儿的这一块蹬身，所以它分指了，在训练的场景下，就意味着它适配的人会多，适配的场景会多，能明白吧？第二点，我觉得一定要说，就是包裹，就是我穿进去以后就感觉像就坐进了驾驶舱一样。它这次的鞋舌和半掌内靴锁的也很好，我觉得就是让你的脚随时进入竞速的战斗状态。但是我说包裹好，不意味着压脚背。第三点就是泡棉的逻辑，就是调韧但是不硬。这么调整配合最速曲线，其实更能发挥步频的作用。其实5C 的前掌泡棉，很多人说挺软弹的，但是这鞋呢，一个是包裹没那么好，第二是过于软弹，我觉得跑不了操场。中间是碳板啊，下层是珠粒发泡的泵，上层是胚膜发泡的超泵。那么为什么就是像波士顿13一样，它是把这个超泵覆盖到了内侧和外侧，包住了这个珠粒发泡？我觉得有2点考量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超泵的悟性明显形变更大，你落地有形变，然后中间珠粒发泡吃得住，滚到内侧蹬出去，就是为了横滚的更丝滑。第二个呢，我觉得我特别是飞电3C 啊，我看到很多同学的鞋3C 4C， 就是这一块是最容易坏的，最容易掉渣的，因为这块磨损率最大。所以我个人理解，用超泵的覆盖也有耐用性的考量啊。你看这个是泵，它这是超泵，前掌它是这样卡住了。还有一个细节要跟你们讲，它是一双碳板鞋啊。来，我们看指骨蹬身区的内侧，这个 GCR 外底的厚度，脚后跟的外侧最容易磨损的地方加厚的就这一块，这么做很明显就是提高你的使用里程，提高这双鞋的使用寿命，对吗？所以综上，我觉得飞电6 Challenger 是一双能陪你持续进步，陪你适配各种训练场景的竞训碳板鞋。驾驭门槛不高，但是其实细节是很多的。如果说那下一代，比如说飞电7 Challenger 能怎么升级？我有一思路啊，不知道刚哥听不听啊？就是在这一块引入类似于飞电5E 的大横滚结构，这样的话，更自主，训练的时候更自主，我觉得这个体验就会拉满了。如果你是 BMI 过大的人，慎选，比如李胖那样，因为他有点胖，190斤。那么至于他和赤兔9U怎么选，就是看完上面说的，你会发现他们俩根本不是一类鞋。9U 是厚底超弹5板训练鞋，那么它适配的是比节奏跑慢一些的配速。长距离有氧跑，那么6C 很明显就是节奏跑、间歇跑、法特莱克跑，他们俩在训练场景是互补的，能明白吧？所以我觉得9U 的出现其实是可以让6C 能更专注于做自己竞速的事儿，所以不要一踩超软弹的赤兔9U就说这个垃圾，对吧？如果脚感是评判跑鞋唯一的标准，那飞1.2天下第一，对吗？最后呢，赤兔9 Pro 啊，看我这些视频知道。我说的赤兔9U非常宽啊，这宽度非常夸张。那我拿9 Pro 跟它一比，我觉得你们看前掌没窄多少吧？我觉得甚至不输。后掌也是啊，横滚从上一代开始越来越好，这一代我觉得内侧更丝滑一些。从7代开始提升稳定性，那我们看看我们9代展翼 TPU 模块，而且往后做了，不是在足弓做，往后做了。所以李宁越来越知道消费者要什么了，稳扎稳打就是这一代赤兔9 Pro 的总结。